我去过大大小小很多国家，以往呢都是选择住酒店或者是民宿。对我来说，在外出行安全第一，我宁愿在吃的方面上少花点钱，也希望住得好，住得安心。但是这一次啊就不一样了，这将会是我第一次住青旅，索性一下子就来体验5间不同的青年旅社，为期18天的住宿，总共花费为788块3毛9美金。同时，我也会分享第一次住青旅的体验，以及住过的这5家青旅的介绍。不仅如此呢，考虑到我要去不同的地方，居住在不同的旅馆里面，要先从三亚坐高铁到海口，再坐飞机到香港中转，最后抵达台北。为了能轻松上阵，并且也确保我个人物品的安全，我决定只带一个双肩包和挎包上路。在正片开始之前呢，先来讲一下我自己一直以来对于青旅的偏见，就是我很担心人太多就涉及到有不安全的因素。尽管住的是仅限女生的房间里，可是一个女生出门在外，我依旧会保持警惕和多虑的心态。其次呢，就是担心卫生问题，毕竟与多人合住，不太清楚别人的生活作息和卫生条件又是如何。说到底，为什么这次接近3个星期的旅程会选择住青旅呢？当然就是因为省钱啦。这次来台北，我一共住了7晚，选的是距离台北车站走路只要10分钟的信兴旅馆。这里推荐第一次住青旅的朋友们，尽量还是选择在商圈位置以及生活便利性极高的地点。这里下楼呢就是有71和很多小吃店，旁边就是一个大商场，总之要什么就能买到。在这里要小小透露一下，我选择来台北旅游的日期呢，完全是按照这家青旅的房源时间来选的，包括接下来在日本选择青旅的入住日期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实在是太难订了。这里我住的是女生宿舍的8人床位，7晚总共花了台币6380元，换算下来大概是194美金。这个价格呢，我觉得是非常合理了。我最喜欢的一点呢是这里的氛围，每个人在大厅里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有着舒适的距离感，同时也能保持氛围融洽。整个空间呢很随意很 chill。从前台登记入住之后呢，是一整墙的鞋柜，是根据你的床位号找到相对应的鞋柜，每次进出呢都需要在这里换鞋，换完鞋后是需要刷卡才能进到里面的。那回到房间的部分，我非常幸运的被安排到了下铺，每张床位呢都有一盏阅读灯、插座和一个小的置物台，可以放手机、耳机、充电宝这些，挂钩和衣架也有，可以挂你的外套或者是毛巾。整体空间我觉得也不小也不大，一个人躺进去呢完全是不会有压迫感的。中间的走道呢其实不宽，但也不会说互相碰到。开门左转这边是女生专用的卫浴区，洗手台呢是开放式的，后面是化妆区和专门吹头发的地方，还专门提供了化妆棉、牙线、棉棒等女性用品。厕所跟淋浴间是分开的，打扫呢也很勤快。另外我发现他们通常都是第2天早上才会补全新的浴巾，但是一般浴巾都会补得非常的足，所以你不用担心。另外还有一点是，尽管他们有提供拖鞋，不过这不太适合穿去洗澡，建议自备一双可以踩水的拖鞋比较好。再来就是必须要夸赞一下，他们每天提供的早餐都很健康，有3个时间可以选，一个是8点、8点40和9点20，餐点都是统一配好，每天都会换菜单。一开始呢，我以为早餐要额外付钱，没想到的是附赠的，这一点就很加分。我后面住的青旅完全是没有这个选项的。他们公共厨房的设备也是应有尽有，有微波炉、小烤箱、平底锅、电磁炉、调味料、刀叉、碗具都很齐全。每天下午大概是4、5点左右呢，餐厅区域就会开放，比如你想点外卖回来吃的话，你都可以拿到里面，一个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吃，不会被打扰。最后就是他们有这种投币式的洗衣机跟烘干机，位于6楼。洗衣机和烘干机呢是各2台，每次需要投40块钱。如果是需要洗衣和烘干的话，一共花费80，可以在前台向他们换零钱。哦，对了，差点还忘记了一点啊，我在台北的那段时间里呢，有4天是连续在下雨，前台是有提供雨伞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万一自己没有带伞怎么办。虽然它是青旅啊，但是呢很多细节和酒店差不多，甚至有些地方还做得更贴心。如果我下次再来台北，一定还会回来住这一家的，不用考虑，直接回头订房就对啦。不过呢，青旅体验就是这样的，每一间都不一样，也不可能永远都是惊喜。从台北飞到大阪之后，我住进了这一趟旅程的第2家青旅，
旅，也是在日本的第一家，名字叫 Bond Hostel。怎么说呢？一进门我就知道这间跟台北那家是完全不一样的走向。顺便在这边小小的预告一下，这一家算是我住过这5间里面最不好体验的一家了。还好我只住了2晚，总共花了52块8毛6美金。它的位置呢是位于南波的倒数第2站，听起来好像是在南波附近，但实际上从这边走到热闹的商圈大概要10几分钟。重点是啊，沿路基本是没什么人啊，特别是晚上，整条街太过于安静了。对一个女生来说，走起路来确实不太安心。其实我刚快走到这间青旅时，看到地铁在头上经过，我心里就已经凉了半截，心想要完蛋了，完蛋了，这下肯定睡不好。那登记入住完成以后呢，按照惯例是要将鞋子放在外面的鞋柜里，穿上他们给你准备的薄的像一张纸一样的一次性拖鞋。走到房间后呢，第一感觉就是空间真的很小很小，床和行李几乎是贴在一起的，中间的走道呢只能容下一个人走动。要是你行李稍微多一点，或者是行李箱太大，走动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这次呢，我又被幸运的选中了下铺，不幸的是呢，是靠在开门前的床位，只要有人进出，我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其次让我很惊讶的一点是，这里的床铺呢是完全要自己来整理的，包括枕头套、床单、被套，全都是要自己手动铺好。一进门看到这样的任务，让我不禁觉得这好像是在打工换宿，有点过于惨了。那在入住期间呢，是附赠给你1条免费浴巾，想要再多1条呢，就要额外付费。所有的个人物品啊，像牙刷、刮胡刀、棉花棒、梳子，全都没有提供。如果你没有带呢，就得要自己去外面买了。而洗澡的体验也是蛮特别的，水龙头的节水系统大概是每10到15秒就会自动断水，洗头洗到一半突然没水，你就要再按一下。我能理解这是为了环保节水，就是说还要习惯一下这样的操作，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见。但是这家青旅也有好的一点是，干湿分离的设计是非常好的，而且啊，浴室、厕所和洗脸池都非常多，完全没有人挤人需要排队使用的情况。接下来就是讲到最关键的一点，噪音。这家青旅呢是盖在地铁桥下面的，所以每一班列车经过的震动和声音，房间里是听得一清二楚。你们听，这个就是这家青旅外面这个地铁的声音。是整个房间都在震动哦，真的非常不夸张的说，每天早上7、8点就会有地铁列车把你吵醒，晚上11、2点都还在吵，所以如果你是个浅睡眠的人，真的不推荐你来住这一间。说到这里也很奇妙，我本人呢其实也不是说睡得很死的那种人，可我在这里2个晚上了，居然睡了9个半小时左右。每天晚上呢，我都习惯性带上苹果手表来记录睡眠，所以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是非常惊讶的。也可能是我那2天在外面走得太累了，也可能是地铁的声音听久了变成白噪音。总之啊，我睡得还可以，没有太差，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了。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提上一嘴的就是，房间门是要用钥匙打开，但不是那种你关了门就会自动反锁的，它是需要有房客进出门都有锁门的习惯才行，不然这个门一整晚就处于解锁的状态中，别人只要推门就能进来。尽管我住了2个晚上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啊，但下次呢，我还是会优先考虑在安全保护上做得比较好的青旅。这一间也是我住过的这5间里面唯一一家不是在进出门采用刷卡的方式，而是采用的非常传统的钥匙开锁。在结束了上一间青旅之后，我来到了这次旅程的第2家青旅，位于南波站，它的位置真的是比上一家方便很多。出站后呢，只要走3分钟就能到达旅馆，比上一间的青旅交通方便的很多，旁边有便利店、咖啡店和商场等等。虽然吃饭不用担心啊，但由于是聚集在游客最密集的心斋桥，所以吃饭的话要排队或者是提前预约。这间青旅的整体风格非常日式胶囊旅馆，进门后呢，首先就是要脱鞋，它有专门的鞋柜钥匙，紧接着呢就是上了电梯到2楼就可以登记入住啦。女生宿舍位于5楼，这家青旅也是我住过一间房间里有如此多的
床位。我总共住了3个晚上，价格呢是122块3毛6美金。以这个地段来说，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了。进去之后呢，除了里面有4个洗手台面的位置，还有楼上6楼洗澡的地方也会有。不过说实话呢，住起来也不是说完全舒适，最大的问题就是空间太密集了。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青旅的设计，所以呢在这里我不会说太多，毕竟我也是第一次住青旅，所以呢有这样的感受是非常的正常的。很多小细节呢我也是在适应当中，从床位、洗漱区到行李置物区，每个区都被塞得满满当当。虽然设计上是精致整齐，但看起来会有那种哪里都有人哪里都有行李箱的感觉。像我连续住了3天都遇到同样的状况，就是半夜2、3点都有人收行李、拉链、拖行李、翻包，全都听得一清二楚。早上7、8点就有人起床洗漱，是完全没有办法连续睡满一个晚上的那种安稳感。在洗漱台的部分我也要特别提一下，洗手池本身呢做的偏矮啊，站着洗你要整个人要弯下去，坐着洗吧角度又不对，很别扭。加上早上7点到9点是退房高峰，所有人都挤着刷牙、卸妆、吹头发，但人一多起来，整体体验就非常的乱。不过他们房间里面的小细节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是这么多里面做的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像每个床位呢都有一个小镜子，对我来说很方便，就是拿来化妆护肤，至少不用一大早就和大家挤在洗手台前面。还有就是每个床位都搭配小小电视。另外的加分点就是他们的床位帘子，这个帘子呢是整面墙式的，从上到下都拉得很密，几乎不透光。你把它拉起来之后呢，那个空间马上就有一个专属于自己角落的那种感觉。另外他们的澡堂也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男女分开共用的澡堂呢是每天会轮换，哪边是大浴池哪边是小浴池。我住了3天呢，刚好有1天排到小间的，其他2间都是大浴池。然后里面呢会有额外的置物柜，可以放你的手机、钱包、毛巾、洗漱用品等这种小东西。这家青旅呢的确没让我睡上一个特别好的觉，因为空间太密集，人来人往的声音几乎整晚都没停过。但回头看整体体验呢，它的优点其实是胜过缺点的。地段好，设备齐全，小细节也做得不错。它不是那种让人第一眼会爱上的青旅，但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多功能的休息地方，它是刚刚好。最后来到此次日本之旅的最后一家青旅，我这次呢也住了2个晚上，总价呢是67块4毛2美金。地点呢在新斋桥附近，走路10分钟就能到 Parko， 也算是一个黄金地点了。这里呢给到你一点小 tips， 就是在选择住宿的时候，不懂得选哪个区域，就尽量选择在那几个热门的地铁站附近就行了。这家青旅的办理入住前台呢是在第2楼，一进去之后我就能感觉到整个氛围很人性化，周围呢都摆放着当地推荐的美食和玩乐，还有客人写的一些留言。我认为这样的小细节呢是能给一家青旅加分。它的大厅和厨房都是开放式，整个灯光呢很明亮，给人一种宽敞的感觉。此外呢是我后面才发现的是，他们接受有小孩子的家庭入住，像前几家青旅他们规定是18岁以上才能入住。拿到房卡和钥匙之后呢，我就上到了6楼，正对着楼梯口就是房间。这有点尴尬，就是我一打开那个门，然后刚好那个电梯里面站的就是好几个男生。但不管怎么样，当我推开门之后看到就是哇塞，整个空间很宽敞，它不像其他青旅那样把床位安排得很密集。房间里面呢有梳妆台、鞋柜和晾衣架，虽然呢这里没有固定放行李的地方，只有很大一块空间你就能随便放。在这一点设计上呢很人性化，因为有些置物柜呢根本无法放进很大的行李箱，所以这样的设计还比较自由。这次呢我被选中了上铺，被前台告知呢也是让自己铺床单和枕套，但是这次啊就容易多了，因为它的床位呢是我住过最大的，旁边有一条小过道可以让你放置额外的物品，像我只带了一个背包和手提包就能轻松放在那边，不需要放在公共区域那儿和别人的箱子挤在一起。床位里面呢还配带有锁的小柜子，可以将贵重物品放置在里面。这2晚睡下来的感觉呢也还是可以吧，大家都很安静，完全没有在凌晨整理行李箱的噪音。出了房门右转后呢就是女性专属的洗漱间和卫生间，一共只有2个淋浴间和3个卫生间。其实如果人多的话，这一点点小空间是完全不够的。最后呢就是要夸赞一下他们的洗澡水真的是大呀，终于不是那种洗个10来秒就会停下来的。然后另外我还发现我住的这3家日本青旅，他们的洗漱间里面呢都会有配一个置物篮，比如说你要换下来的衣服啊，或者是一些你的洗漱用品都可以放到篮子里面，可以说是很便携，但是它有一个那个置物架
会更加的好。从大阪离开之后呢，我也正式结束了这趟日本的轻旅的住宿体验。接下来我飞往了这趟旅行的最后一站新加坡。这次的安排有点不一样啊，轻旅我还是住，但是和朋友一起订了2张胶囊床位。我们这次选的是一间位于克拉码头附近的轻旅，还是2024年装修好的。这次呢总共住了3晚，价格呢是351块7毛。以新加坡的住宿行情来说呢，这个价格虽然不便宜，但好在呀，这个位置很占优势，附近吃的喝的都有。尽管楼下是美食酒吧一条街，网上的游客会变得非常多，但好在呀，这里的隔音非常不错，几乎听不到楼底下的声音。最开始入住的时候呢，你需要呼叫一下前台，让他们给你按电梯上3楼办理入住。一进去之后呢，左手就是他们的休息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可以说是迷你吧台嘛。然后右手边呢是露台，晚上呢你可以和朋友坐在外面喝点小酒，吹一下新加坡闷热的风。休息区里面呢有提供水、咖啡和茶，虽然办公区域是蛮小的，后来我发现除了这个休息区呢，还有一个专属1个人的办公地方，像一个小胶囊的区域一样。办理好入住以后，会有给到你专门放鞋子的柜子，以及放置你包或者是外套的置物柜。另外呢还提供免费的洗漱用品。当我推开房门的那一刻呢，确实有点小失望，空间太小了，每次和朋友进出呢都需要稍微让出一点点距离。这里除了一个垃圾桶和2个床位以外，就没有任何的配件。我还得特别要说一下这个床位的楼梯，如果你身手不够敏捷，爬上爬下是非常吃力的，最怕就是脚打滑没踩稳就摔下去了。所以我希望他们的这个楼梯能设计得更加人性化一点。除此之外呢，里面的空间虽然不大，但是该有的没落下，有带配锁的小柜子、一面镜子，还有收纳空间让你放置零碎的小物品。我最喜欢的一点是隔音非常好，以及床位上的帘子非常挡光，它和日本的第2间轻旅有得一比，它的这个私密性居然能做到如此好。就算房间里面开着灯，只要你把这个帘子一拉下来，整个空间就是黑乎乎的，我觉得这个对于睡眠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住的这层楼的公共卫生间呢只有3间，而且是淋浴和马桶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因此它不是干湿分离的设计。一开始我会有点担心会不会很潮湿或者是很脏，但是这里的打扫频率真的是蛮频繁的。刚用完之后呢，再过个10几分钟进去，地面和洗手台上已经是恢复干净状态了。我个人说到底还是偏向于干湿分离的设计，这样需要上厕所的人呢就不需要等里面的人洗完澡之后再进去使用。另外我还发现它的这个卫生间应该是男女混用，比如说你这层楼里面住的人可能都是男女都有，它并不是说这层楼上面只住了女生或者是男生，所以说在用卫生间上面得要额外小心一点。尽管这个青旅它的地点非常好，但是每次回来你都要经过那个美食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人在那边揽客，会让我感觉有一点点的不太适应。所以下一次再来新加坡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其他地方的青旅，或者是直接选酒店。这趟旅行呢一共住了5间青旅，从台北到大阪再到新加坡，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连续体验多个城市的青年旅馆。每一间都不太一样，有的安静，有的热闹，有的便宜但住起来额外的舒服，也有的贵的离谱却没那么值得。我很庆幸自己在这一趟旅行里把青旅当成了观察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了省钱凑合过夜。当然了，每个人对于住宿的需求不一样，我也不是说你非得要住青旅为了省钱，而是想让你知道其实青旅也有非常多元化的选项。下次在旅行的时候呢，我想我还是会住青旅，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它让我重新感受到在住的这件事情上本身也可以成为旅行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凑合过夜凑合睡觉的一个地方。希望能帮到那些正在打算旅行或者是第一次住青旅的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拜拜。